可别再说年纪小演不好戏了，当年不过20几岁的他们就已经靠演技封神了。不是吧，这业务能力也太强了吧。要是华妃娘娘不自爆，有谁能看出华胖胖与四大爷的第一场戏居然是那么暧昧的戏呀？电视剧在拍摄时大都是要根据场地、演员档期来进行安排，所以就会出现安陵容上午还在进宫选秀，下午就吃苦杏仁嘎屁了的情况。而华妃娘娘与四大爷的第一场戏，就是在圆明园侍寝后帮四大爷穿衣服的那一场。华妃娘娘那眼神，别说四大爷了，就是我也顶不住啊，感觉被试了那么一丁，空气里全都是粉红泡泡。甚至到了最后，陈建斌老师还拍了蒋欣屁股一下，给人都吓傻了。这剧本上也没这一段呢，但是导演不喊卡，也只能是硬着头皮继续演。这里就要夸一夸蒋欣的演技了，毕竟当年他拍摄《甄嬛传》时也才27，就能把这么容易挨骂的角色演得令人心疼，真的是有点子本事在身上的。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梅环 CP 的第一场戏居然是甘露寺梅姐姐舍身相护。这段戏俩人甚至连个对话都没有，却演出了令人潸然泪下的姐妹情。当时轩轩被罚入甘露寺，受尽了净白的搓磨，甚至为了羞辱甄嬛，故意命她去大殿做保洁。而皇后带着安琪拉小分队来，看着落魄至此的轩轩，那叫一个得意。梅姐姐看着环儿心疼极了，还同轩轩一起罚跪。这段眼神戏真的是绝了，谁能看出俩人才刚认识啊？轩轩和果子狸的第一场戏就是御花园深情相望。果子狸为救和亲的甄嬛，带兵出关，3年后从边境归来的果郡王遇到了带着灵犀散步的甄嬛，俩人虽然刚认识，但一点没耽误演出那种一眼万年的宿命感。当年年仅23岁的毛晓彤演的第一场戏居然就是刺白绫，好家伙，那可真的是从头哭到尾呀，一边哭还得一边憋着笑。毕竟皇后凉凉这段的词可不老少，不把这辈子最悲伤的事想一遍，真的很容易破功啊。甄嬛传导演，你当年是从哪儿找来的这样一群神仙演技的年轻演员呢？甄嬛传我问你，你删减的14集到底什么时候还我？众所周知，当年郑晓龙导演拍甄嬛传时是照着90集拍的，但到了播出却只有76集，生生砍掉了14集。不要说我们了，就连郑晓龙导演说起这些被剪掉的部分都心疼不已。那这些被迫消失的部分究竟讲了点什么呢？纯儿选秀，剧照中纯儿的这套齐妃最爱色的造型在正片中一点都没有出现过，但后面的夏冬春却身着经典皮服，这可是苏绣，因此可以知道这应该是第1集选秀时的场景。但这段虽然是被删掉了，却意外的少了个包，因为纯儿是满军旗，轩轩眉庄4季姐都是汉军旗。清朝时满汉军旗的选秀并不在同一日，所以也算是弄拙成巧了。华妃曹贵人密谋，根据剧照中的服装可以知道，这是四大爷第一次去圆明园避暑时的情景。而在这个时间段里发生了什么大事可以让华妃娘娘那么得意呢？没错，就是眉庄假孕事件。紧接着就可以接上刘本出场，梅姐姐中计的剧情了。三香嫔私会温实初，根据轩轩与端妃娘娘的对话可以知道，这场戏应该是发生在华妃被扳倒后。曹琴墨经不起挑拨，向皇上进言杀之而后快，而这也让皇上太后算计上了他，觉得留他在身边过于危险，就让人给曹琴墨下了药。剧照中的情景应该是香嫔喝了药后身体虚弱，召来温实初把脉，但太医院的太医都只有一条舌头，所以曹琴墨只能是乖乖下线了。眉庄温实初谋划，根据剧照上梅姐姐的装扮可知，此时的她已经被太后升为惠嫔了，而且身上的毛毛领披风也告诉我们那是冬天。而梅姐姐升嫔后唯一一次冬天出门就是去甘露寺探望甄嬛，所以这段应该是梅姐姐找温实初拿药，让温宜发热，从而可以有个出宫的正当理由。果郡王府宅斗，孟静娴这套妆造同样在正片里没有出现过，而根据背景中的书房可以知道这是在果郡王府的书房，因此这里应该是删减掉的果郡王府宅斗。原著中浣碧嫁给果子狸后和孟静娴真的是斗得有来有回，
甚至我们小梦还学会了婉婉泪倾，以此喜提孩子一枚。只能说这部分和轩轩的宫斗一样，真的很精彩。甄嬛传，有生之年你会将我们失去的还给我们是吗？原来走不出甄嬛传的不止我们，就连演员本人也不行啊。哎，都怪当年的甄嬛太深入人心，以至于现在的娘娘干脆不咋接古装了，天天留着某商女强人同款短发穿梭在各个现代剧。但该说不说，当年的娘娘是真的担得起绝世荣光，再加上剧本给力，谁看了不会心动呢？也难怪娘娘觉得自己很难再有古装角色能超过甄嬛了，与其在无效出演一些古装形象被拉来对比，倒不如改换赛道再创辉煌。但娘娘的不演古装也不是绝对的，若是遇到合适的剧本，还是会考虑一下的。同样走不出来的还有安陵容的扮演者陶欣然，虽然当年陶欣然被选上出演安小鸟纯属意外，因为她本人活泼外向，也没看过原著，就和导演聊了20分钟，便拿下了安陵容这一重要角色。但该说不说，郑晓龙的眼光是真的毒辣，陶欣然真的很好的将小鸟的拧巴字杯演得超级生动，以至于本来并不讨喜的角色也会被许多人共情。甚至还有网友为他创造了一篇安陵容众生文，让小鸟不再成为后宫斗争的牺牲品，不再只是皇后手中的一颗棋子，也可以做自己的女主角。而陶欣然看见后也是感动异常，为此他甚至特意拍了个众生版的番外，以此来圆了自己当年的意难平。在这版番外中，安陵容不仅保住了和轩轩眉庄的姐妹情，还奋发学医，励志向上。时隔12年后，蓝盈莹再穿浣碧经典绿色皮肤，与李东学相视一笑，我看谁的 DNA 动了。浣碧没有圆上的梦，终是被蓝盈莹实现了。而同样经典再现的还有我们齐妃娘娘的扮演者张雅萌，不仅给穿上了四大爷最喜欢的粉色，还亲自玩梗啐嘴打果。该说不说，娘娘你穿粉色是真的娇嫩啊，是胖菊有眼无珠了。而我们的华妃娘娘与皇后娘娘在这方面也是不输其他人，俩人在参加综艺节目时都穿上了剧中的戏服，让人梦回甄嬛传。但以上所有的小主们加一块，都敌不过温实初的凤仪万千。别人是情景再现，温大人属于是搁四大爷头上蹦迪了。不愧是原著中四大爷还在隔壁就敢和眉庄私通的男人，这名字有多儒雅，人就有多狂野呀。